所以你昨天的游戏也是这么输的呗？昨天啥游戏？17强啊！最后一把选个维罗斯什么意思？哎呦我操！买了是不是？买了对面了？买了是吧？买了回来，然后跟我们一起做测评是吧？其实是私下 Faker 找过我呀，然后呢，我没有Faker 还需要找不是你呀飞哥昨天晚上找到我，他把那个微 game 二维码发给我，让我上号啊。后面2把是我打的。飞哥昨晚跟我说，韩哥顶不住了，对面这实在太猛了，让我赶紧上架号反炸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离线玩家 online 频道。今天户外视频的主角是，iPhone 17跟小米17。我这个 iPhone 呢，多少电池来着3692啊，3692的电池，芯片非常牛逼啊，我们的老朋友了。今天换了一台绿色的，很符合我的搭配啊。哪里的搭配啊？头上的吗？就是这个森系的穿搭。森系的穿搭？哪里森系的？铆钉是森系吗？一想到一会儿干什么就想笑啊！今天我的机器呢是魅族22。哎呀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配在这一桌？你这是从哪冒出来的？老妹有的情怀，好吧，22大于2台17啊。这7000大于多少呢？这个我们后面再说，好吧，看体验。多少说吧。我的电池是5510啊。哎呦，什么芯片啊？一条龙。8S Gen 4，好吧，我真的绷不住了。不要破音啊！不要破音啊！你们两个是不是长得有点像啊？姊妹机。你为什么要说它是魅族22呢？它明明就是16嘛。你这电池不如我，重量还跟我差不多，芯片还比我差。它拍照比你好哎。怎么可能比我好？他有潜望你呢？有就有呗。硬件不代表最后的成片，好吧？魅族的成片我是。你 iPhone 17也敢说这种话吗？你连长按都没有啊！体验好。然后魅族是没有环境测试适应的，所以我们都关闭了啊，垃圾玩意儿。好了，那么相关的设置与流程呢，我们摆在公屏的某个地方。大家如果喜欢视频，不要忘记一键3加关注。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不要忘记一键3加关注。那么接下来就开始今天的测试吧，我们先来打王者荣耀。2台小米啊，小米和魅族都是可以120帧加上最高画质的。但是呢，但是什么？但是呢，这 iPhone 17是60帧加智力最高啊，还没有适配，这很正常啊，就是这体现了苹果的这个人文精神啊。那一般用标准版的，他平时都习惯用60帧，所以呢，他王者就不适配，还是让大家用60帧用的爽，你知道吧？那为什么屏幕要升级呢？这次？就你日常用个80帧就爽一点吗？让你爽，但不会让你那么爽。就我们上一期节目做的时候，好像17 Pro 就已经适配了 ，Pro Max 也适配了，怎么现在17国庆节过完还是60帧啊？哎，不该带它玩了今天。现在还没有的话，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了，好吧？我们先看一下3台手机亮度吧。已经开关过自动亮度了。还是 iPhone 的会比较高，左边的。哎呀，那这个60帧就没有什么测的必要，好吧？肯定是都拉得住的，所以他们2台手机呢就开120加最高了，我这个就60帧，然后把游戏模式打开，只能这样了。我们3台手机都是开着一半的音量，但是这个魅族的一半的声音就比较小。它用的是小米啊，对不起，它有可能不是那种线性的声音，我感觉开到了80%才跟这个 iPhone 一半差不多。我这台中规中矩吧，就是没什么声音，但是也能听见一点点。打了7分钟王者荣耀了，我的魅族92帧了。今天天气其实很凉快啊，这怎么掉这么快呢？大阴天啊！小米120帧啊，没有问题啊。你也没有问题吧？肯定没问题啊，60帧很稳，但是出现了2次红色、2次黄色的情况，而且玩得很不舒服啊，这个60帧。怎么说啊？你把游戏模式打开吗？你有吗？我看一下吧。现在开了游戏模式啊，现在帧率回到了120帧，看它还能坚持多久吧。游戏模式又打了5分钟啊，然后帧率现在又掉到了90多帧了，亮度非常非常低，比旁边的2台都要低，然后又在短暂的回来了，现在就是亮度是正常了。是魅族的问题还是8S Gen 4的问题啊？应该是没有调好吧，感觉。等一下，你帧率又回去了。帧率又回来了，现在是13分钟。帧率又回来了，哎，又变成90了，就一直在来回的横跳啊，它一直稳不了，哪怕给我个90帧稳住好吧，这打得很难受啊。实在不行把壳摘了吧。现在游戏打到16分钟了，帧率又回到120了。摘了壳是吧？短短16分钟，感觉来回横跳了有4次了吧？我们这把游戏打了19分钟，120帧加全高画质的小米17的均衡模式，没有任何问题，哎，非常爽。你这个要素拉得很满啊，非常爽。我的 iPhone 17就没什么好说啊，60帧啊，说啥呢？就帧率非常非常稳定啊，但是它的网络不是很好啊，出现好多次变黄甚至变红的情况，反正玩得很难受啊。然后60帧也非常不跟手，哎，反正我不想用，就你们逼我用 iPhone 的。怎么有谁逼你用了？谁逼你用了？我之前都没用过 iPhone，这是17，我都真不想用这破手机。我这台魅族22呢，在7分钟的时候开启了游戏模式，帧率呢又从之前的90帧回到了120，只是短暂的啊，进行了4、5次的横跳，就是90到120来回跳，亮度也是一直很低，是要比2边的手机都要低的。
你又开了游戏模式，又摘了壳，还这个逼。对，我还摘了壳，就，你80件4了，就这样了。哎呀，难说啊，太难受了这个。卖3000啊。体验很差，好吧，体验很差。你白边框嘛，对吧？我们再来一把5v5，好吧？小米这张什么问题都没有，这次还是继续均衡模式。我感觉我要撑不住了，我不知道一会儿真绿会长成什么样子。那你怎么样呢？你怎么搞的？那我就不带壳吧，然后开启游戏模式进行接下来的5v5。打呗，60帧打呗。你这把游戏有什么问题吗？目前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是很烫啊。哦，这边框的这个部分就烧的烧我的手。能烧过你还是不容易的，其实。那离我还是有点距离了。虽然说我的魅族2没有网络跟帧率的问题，但是亮度一直非常的暗。所以你昨天的游戏也是这么输的呗？对啊，我的吗？昨天啥游戏？17强啊？有可能吧，设备的问题。你这么一把显个维罗斯什么意思？哎我操！买了是不是？买了对面了。买了是吧？买了回来，然后跟我们一起做测评是吧？其实是私下 Faker 找过我呀，然后呢，我没有。 Faker 还需要找你呀？Faker 昨天晚上找到我，他把那个 VG 二维码发给我，让我上号啊。后面2把是我打的。飞哥昨晚跟我说韩哥顶不住了，对面惹事太猛了，我赶紧上架号反炸鱼。你平时玩韩服的是吧？对啊。现在游戏进行到13分钟了，我的亮度一直是这么低，然后现在更低了。你这个比 iPhone 要低多了呀！你看这个 iPhone 多亮啊！你这怎么回事啊？如果是平常，我都不敢想象到底什么样一个使用感受啊！现在是21度，而且没有太阳直射。我鬼知道怎么调的，我的妈呀！你搁旁边偷窥呢？太低了吧！这把游戏打了14分钟，这个负载真的太 easy 了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easy 吗？easy 吗？我这台米16啊，不，魅族22啊。哦。哎呀，就是怎么说呢？网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但是帧率在第1把的时候来回波动，第2把倒是没有波动了。但是亮度就非常低，非常非常低，非常非常低。而且还烫是吧？对，非常烫。我这个 iPhone 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就60帧啊，然后网络也是出现了一定的波动。摸一摸，摸一摸，哦，是温度挺高的，但是不到烫手啊。我看一下 iPhone， 有温度，但是你这个60帧也不是很烫。负载很低。对，没有魅族烫啊，小米。而且你们都带了壳的，魅族还是没带壳的呢。今天21度就这个表现了 ，5S Gen 4真牛逼啊！打完2把游戏，现在小米还有93的电。OK。我操！怎么了？我的魅族还有83的电啊？啊？不是，我换手机，我想先用这个。刚刚樱木说了一句93，我人都傻了，好吧？我一看我的电量，不是83，我这更牛逼啊 ！iPhone 现在86，然后这里显示4G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我们在商场里面。手别挡着，你看，这个地方信号很好的。对啊。然后我觉得，如果我打的是120加最高，我的电量应该是比魅族还要少的。我们先来测一下信号。我们刚刚已经在微信里面拍了1分钟的微信的视频了。现在3台手机的自动亮度我们已经重新开关过了，肉眼看的是中间的魅族最暗啊，其他2台都还可以。现在3台手机全都是联通的5G 网络，我们来点一下发送。3、2、1点。我们已经拍了有一段时间了，都有一个处理的过程啊。这个 iPhone， 第一个发 ，OK。还有出太阳了，发完了，哇 ，iPhone 很快，小米发的也很快，魅族就算是发送也会稍微慢一点。现在是右边的小米17亮度最高，大家看到了吗？我们现在准备来下载一个1G 的视频素材啊，这3台手机的正面还是比较好分辨的，一个是灵动岛，一个是白色前面板，那么这个黑色前面板单摄的这个就是小米了，来吧。我们来下载，3、2、1点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载的速度啊。魅族好像是最快的，朋友们，中间的魅族啊。我操，40多，抢完了，吸完了。这个小米也就12，最慢20了，哇！回来来了，小米来了，哇！给我吸回来，哇！小米最快了，但是魅族好吸回来了，魅族好像下完了。我能反超，等一下，我能反超。反正在无人在意的角落 ，iPhone 就是那么快啊。小米赢了。小米赢了吗？小米赢了。魅族第2个下班。iPhone 好像还是有点不为还是很慢啊。对，那速度就可能10兆左右吧。对，不是很快啊。现在我们使用电信卡打电话、联通卡刷抖音啊，就 iPhone 还是就已经超过4人了。黑掉了呀，没有办法了呀。那我们就不看它了啊，我们看其他2台吧。中间是魅族，来我们慢刷，慢刷感觉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啊，加速。你们真行啊，这个东西。不是我手机，我的是 iPhone。这个速度也还好，但感觉小米那边的黑色会多一点啊。那我们再快一点，最快魅族感觉这边也是卡一点了。你看。
看，但是会有很多时候有点滑不上去的。每一个都不放过是吧？感觉这2个也就一般吧，你不要在这点赞了。不是，我的妈我来呀！挑战我的极限。功耗私用。现在我们用联通卡打电话、电信卡刷抖音啊。iPhone 呢，因为它只能单通，所以我在旁边刷会抖音，我自己玩了。你们2个比吧。感觉慢刷依然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啊。那我们再快一点。哦，小米的这个电信感觉还是差一点点啊。魅族这边的表现就跟联通没什么区别了。那我们再最快吧，最快还是魅族要差一点。卡顿要稍微多一点啊。因为 iPhone 刷美团的时候不能把导航挂在小窗啊，它是联通导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刷一下美团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加载方面的问题啊。我们刚刚都已经开过自动亮度了，现在 iPhone 遥遥领先啊。啊，确实遥遥领先，然后中间的魅族是第2亮的，为什么你的小米就等一下，让我对天看看。对天亮了吗？好像亮了吧？亮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啊。就这样吧，我们快刷吧。快刷吧。啊，都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加载问题啊，就 iPhone 比较卡一点，就是经典80，好吧。既然没什么问题，你们就刷吧，我上厕所去了，拜拜。你吃甜品去了？又是给你做东西吃，给你做饭了。又是开小灶了。刚刚我们刷了10分钟的美团啊，这个魅族的亮度非常的低啊，自动亮度是 iPhone 遥遥领先啊，就看着非常的爽。小米呢就看着也还行吧，没有差很多，好吧？但是我要表扬一下那个 iPhone 的自动亮度策略，就是我们后来是开关了一下自动亮度的 ，iPhone 亮度完全没有变化，还是非常亮，但是小米的亮度是降了的，魅族就很暗啊。现在是中午的11点58分，我们现在用了1小时10分钟的手机了。现在 iPhone， 呸，你想干嘛？你想干什么？现在小米还有87的电，魅族还有75的电。不要以为变成17就想变成 iPhone 了啊！我 iPhone 还有77的电。哎呦，还好没有变成。接下来呢，我们3台手机用高德地图不间导航去中午真正吃饭的地方了。我们先看一下3台手机的起始位置啊，怎么说啊？我的小米遥遥领先。你也没有啊，你现在停了之后也在这个外面了。没有，我在上面。哦，对，你在这个里面，哇，他们2个都是在这个路上面的。而且我的 iPhone 是有点偏移的呀，它怎么自动往前走了1小节了？看到没？魅族是位置是相对来说一点点吧，就路边吧，在路边啊。路边一条。我没说啊，你说的啊。大家要冲他。我没说啊。你冲了，我没有啊。冲他。逮着就会骂我。啊，小米这边就起始位置是比较准的啊，包括现在也是准的。我这 iPhone 定位是不是有点离谱了啊？它规划路线在路上就算了，刚刚它的定位也漂移到大马路中间去了。你看现在，看到没？它在自己在那动，又回到当初的位置了，在干嘛呢？哎，你看。看到了。我操！狗都不用，狗都不用你用，那你是什么？是你们逼我用的，我不想用啊。我们再看一下3台手机的位置啊，小米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准的，因为我们就在这个上面。魅族怎么说？魅族呢，它还是在路面上，没有导航到路上面。而且它刚刚走起来也是在这条路上走的啊。对。iPhone 走起来，现在它的定位是对的了呀。我们刚刚走的这一节呢，3台手机的导航呢都是在对面那条路，但是它们的定位呢都也是沿着路上走的，不是特别灵敏啊。现在的导航是让我们直行，我们一不小心走错了，选择左转，看看3台手机会怎么反应啊。走吧。经典。刚才走起来的时候，魅族的实时位置是正确的呀，现在一停下来，它又给我规划到刚才那个丁字口的右边了。iPhone 没说。小米没什么变化呀。你怎么又是 iPhone 呢？你这么少的 iPhone 啊？走的时候2台17的定位都是对的，然后他们2个现在是都规划路线了，我的 iPhone 17还没有规划，而且一走起来呢，定位又调回去了。你这个规划了吧？哦，没有规划，还是让右边走。那我一个人走了啊，你们2个在这里，拜拜。我们2台规划都是要掉头啊，也不是往前走。但是现在你们2个就算停下来，位置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正确，但是魅族这边是更准一点的，因为我们没有在那个它好了。iPhone 规划了也是掉头，刚走到 iPhone 规划的位置了，我的魅族呢给我规划了一条新的往前的路线呀，非常的灵敏啊。走起来的时候是正确的呀，然后不走的时候它就又跳错了。因为你这个规划的路线就在路中间嘛。刚刚走了没2步，小米也重新规划路线了，也是往前走的。你规划路线不跟它一样吗？而且你的定位其实还是比较准的嘞。又剩你了。那你们俩锁死呗，我走了。他妈吃醋了是怎么？怎么回事啊？他这个是废物。他怎么了？越走越远了，在视频里越来越小了。走远了。再走就要看不见了。往前走了好久，我的 iPhone 终于规划了呀，这差距有点大了。我刚走着，感觉这个麦都断掉了。我们走起来了，我觉得小米的实时位置其实有点偏上的，应该是在它俩中间这一块。我的魅族还是在路中间呀。但是稍微偏左侧一点吧。iPhone 17跟魅族是一样的，也是偏左的。现在导航上我们右转，我们又一不小心走错了，选择直行，看3台手机表现怎么样吧。哎，不是有人说你是什么车载导航吗？什么车载导航啊？不是这个箭头
就这个高德地图这个标识是要钱的，免费的就是这个标志啊。你看这里以行走啊，明显是不行啊。能不能带点脑子看视频啊？不看你滚啊！客人严了，客人严了。真的要走了，真的要走了。刚才过了马路啊，我们又走了大概10多米的距离。我的魅族率先规划了，但是它的实时位置不是很正确，它还给我规划到这个小学的里面了。这个学校在这边啊，在那个围墙里面了。小米实时位置还挺准的，我们就在马路边上哎。但是你没有规划。我们俩来实施是一样的。又是往前走了2步，小米也重新规划路线了，但也是在校园里面。iPhone 定位是对的，没有规划，我走了。你又走了啊？他掉头啊？那也重新规划了吧？走吧。我又往前走了一截啊，现在他不让我掉头了，终于识别到了，让我往前走啊。当然，我现在走起来定位不是对的，还在大马路上。我们刚刚过了个马路啊，我的 iPhone 一开始定位有点偏，它是靠右的，然后它定位都偏到那个华为授权店那里了，然后它突然就跳回来，然后给我规划一条正确的路线。我的魅族刚刚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呢，它是规划到马路的中间了，但是拐过来走到这边的时候，它是规划到了一条。哦，它规划还蛮积极的啊，对，而且也是规划对了呀。小米从520米现在走到了480米，马上也会重新规划路线的。其他2台都是125米是没有动过的啊，大家看到了吧？还在走，还在走，还在走，都要走到下一个路口了。而且它规划路线是在马路的左边的，大家看到了吧？没有重新规划路线了。对，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路线，它还在走啊，还在走。我等我走起来，它肯定重新规划路线了。重新规划路线了，你看我一走起来就开始了，定位也对了。确实，你这个又是因祸得福呗，按照我们的说法呗。可以了，可以，现在准就可以了，不要管那么多。它因祸得福了呀。你看一幕。在上一节的后半段，另外2台手机呢都是在规定路线上走的啊，但是我这个 iPhone 实时位置非常准，是在右边的。然后现在我们又过了一个马路，3台手机都是在路线上吧？都是在路线上。对。怎么说？我们上次调了一下呗。都调理吧。好像没有什么变化，我们只在上面一点的位置上。刚走起来之后 ，iPhone 的实时位置变了，但是变得有点多啊。我们应该是在这条路上的，它刚给我变到里面去了。现在停下又回来了。对。你们2台有变化吗？没什么变化，没有变化呀。走了20-30米了，小米的实时位置变化了一下，但是感觉好像不是很对，也有一点靠小区里了，有点靠里了啊。我 iPhone 靠这么里面 ，iPhone 就更里面了。然后它刚刚其实跳到正确的位置上一点点，就正确了1秒钟。你在加载什么东西？花果山。你点到了。我的魅族跟小米17是一样的这个定位啊，都是在路的边边。小米停下来之后，位置也在这边了。你魅族有飘到里面去过吗？没有，一次都没有。我们导航了40分钟，终于到目的地了。整个导航过程中，小米的表现中规中矩吧，但是它也出现了和上次一样虚中行走的问题。但是我们一走起来，哎，它又重新规划路线了。它的前半段的实时位置会准确一点，但是后半段表现就非常的一般了。对，魅族这个全程的优点只有一个，我感觉就是规划的非常非常快，因为相当灵敏了。对，这3台里面最快的，但是呢，它的实时位置一直没有变过的。而且其实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在这个过程中，魅族的亮度其实没有很高的。刚刚小米是又自己降起来了，其实这个过程中是魅族的亮度是最低的啊。所以我这 iPhone 17呢，就是规划速度非常非常慢啊，跟他们2个偏差很大。但它的实时定位呢，比较灵敏，但是它会乱飘，就可能它一直在找位置吧，表现也挺一般的。现在 iPhone 还有65的电，魅族还有66的电，怎么反超了呀？反超了呀？我亮啊，你亮哦，对，确实两个垃圾油，小米还有80的电。现在是中午的12点41分，我们今天才用了1小时52分钟手机，妥妥又能到5个小时吗？不知道，今天的目标是超越魅族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厕所测一下信号吧。又是我们3个，今天又有了逃兵了。现在 iPhone 1格4G，另外2台手机都没有了。我们现在打个电话看看吧。联通卡3、2、1，点。不行啊。完了，就是 iPhone 了。iPhone 估计也够呛吧。没了。iPhone 也没信号了。现在2个都没信号了。都不行了。那我们直接切电信卡好吧？我们已经切到电信卡了。现在 iPhone 是4G 1格，魅族是4G 2格，小米是4G 1格。来吧，打电话。3、2、1，点。垃圾魅族，小米先通了。iPhone 还在努力，好吧？iPhone 也呼叫失败了。我觉得给魅族一次机会吧，它现在显示有信号了啊。是给 iPhone 再来一次机会。3、2、1，点。好，魅族通了，就差 iPhone 了。iPhone 每次是不打的时候有信号，打的时候就没了。哎，它这又呼叫失败了。这不行。那我发消息试一下吧。现在我们用微信来发3个表情啊，2、1，点。
小米已经发出来了，小米很快啊，又剩 iPhone 的魅族了，魅族没信号了，哎，两个都没了，都没了。直接失联了。那就废物呀小米牛逼，无网络连接。红的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小米的上限在哪里吧。我们现在已经接到微博了，这两台手机都没有信号啊。看小米，信号很好啊，刷新一下，非常快，牛逼啊！牛逼呀！我操，爆杀了！我们现在进到抖音了 ，iPhone 直接灰屏了，然后这个魅族是刷出来新的了，但是非常非常慢啊，而且画面是不动的。再来看一下小米，哎，点个赞。哎，魅族好像也可以，刷魅族来试试。魅族很慢，它也现在网络仅限于收点信息吧，它的抖音不行啊，哎，很明显没有小米流畅。我小米加载很快，你看它加载半天。还是小米爆杀呀！等一下，我 iPhone 表示不服，把 iPhone 跟小米的位置换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奇迹发生。我们刚刚给 iPhone 跟小米换了一下位置啊，然后给他们缓了很久。现在魅族跟 iPhone 是有电信的信号了，然后可以勉强刷一下。但小米是不管怎么在哪里，它的网络都非常好的啊，这个电信。那么在这个厕所呢，联通卡3台手机都不行啊，电信卡呢是小米单方面的爆杀啊。iPhone 是一开始是连电话都打不出来，魅族呢是勉强可以收一下消息。然后缓了很久之后啊，魅族跟 iPhone 才稍微有点信号了。小米一直信号都非常好，非常牛逼。现在我们准备来扫一下这个地下车库的二维码，三台手机都有不同程度的放大，来吧，3、2、1走，1米，微信。其实扫到的速度差不多，魅族精确是最慢的。现在我们离那个二维码呢，大概有5米左右了啊。哎，已经有手机开始放大了啊，来吧，3、2、1走。哎，魅族怎么又变暗了呀？这个屏幕。哎，魅族这个亮度是怎么回事啊？它本身也是最暗的。哎，哇，小米扫出来了 ，OK。最右边的小米17已经扫出来了。小米强啊！那个人装起来了呀。我感觉 iPhone 的这个取景框是你手的问题吗？为什么这么抖啊？最近没什么。你想说什么呀？你到底？魅族出来了。哎，魅族好了 ，iPhone 再往前吧。我手真没那么抖吧，它就是防抖不行。你不是说你最近那什么了吗？你怎么知道它肾不好啊？手抖肯定肾不好，它扫出来了。哦，它扫出来了扫的特，OK。别慢，刚刚那个转圈转了好久。这比魅族还差了大概半米哦。现在我们到这个很暗的地方来扫一下二维码，大概是1米啊。微信3、2、1走 ，iPhone 的取景框啥都看不到。OK，两台安卓已经扫出来了。小米还是会稍微快一点 ，iPhone 怎么什么都看不到呢？iPhone 现在连1米都不行啊，还是要亮，看到没？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回事？这台 iPhone 扫码本来就挺一般的，我们测了那么多次啊。现在我们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3米的样子啊，中间魅族很亮，它刚在外面亮的地方呢，它又会暗一点，它现在又很亮啊。来吧，3、2、1走，3米。哇，魅族直接扫出来了，但进去是有点小慢的。其实它们都是有一点放大了的。现在我们已经亮了一点灯了啊，小米扫出来了。iPhone 得很亮才行，得很亮才行。毕竟它刚刚那么近都扫不出来嘛。饭前呢，我们就安利打一把金铲砂啊。负载的话，居然是 iPhone 最高，它可以看到60加超清加至臻的画质啊。另外两台都是60加超清加极高，那 iPhone 就。那 iPhone 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耗电。你又图增耗电了？你小米不是一直都不能开120吗？我们3台手机就统一了，都是60超清加极高的画质了，开始打吧。你就算了吧，你这个处理器只能开到这样了。还要打多久？好饿呀！所以现在战况如何？真不容易啊，吃到烂分了，已经第4名了。你像这样，你很厉害呗？我第一啊，我还以为我第4呢，接着我第3，我第4。现在就只有你一个人活着呗？对吧？现在人打了33分钟 ，iPhone 实现没有任何问题。现在 iPhone 还有44的电。44啊？它优化了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啊。我这台全程帧率跟网络也没有任何问题，其实微微有点发热吧。现在还有50%的电。疯了呀！哎呀，小米还有70的电啊！现在是下午的1点45分，我们用了2小时44分钟手机了。你现在是69的电了呀？刚刚掉的。菜都上齐了，给大师拍个照吧。好的，我们就开始拍照了，拍一下我们的6个菜啊。我就不站起来了，就这样吧。1倍还是拍他们所有的菜啊，2倍来拍这个单个的菜啊。iPhone 的拍照就是这样呗，但是看上去那个食欲就感觉一般般吧。可能是因为今天这个屏幕没有开原材的原因，所以显得这个菜呢比较冷啊。小米我们就用徕卡生动了，它其实是有长焦微距的，但是有人没有吗？
那还是不用了啊。从取景器上看的话，这个小米拍出来的菜感觉会比现实生活当中看到的要浓郁挺多的啊，但感觉不是特别好吃。它应该是触发了一些美食模式的，显得有点假假的。而且刚刚用完 iPhone 再用小米，感觉取景器的这个分辨率有点低哦，有点糊。魅族我们就用原图啊，魅族这个在取景器上看跟小米的还蛮接近的哦，比小米的要丑一点，比小米的还是要丑一点。识别出来美食了，但是显得就感觉更难看一点了。比如说它拍一些绿色的东西，就会把那个对比度拉得挺高的，感觉这个菜有点老的感觉啊。两台安卓手机，我们来看一下它们有没有长焦微距啊。小米肯定是有了，看一下魅族有没有。它在这个距离大概就会提醒我要移远一点了。再近一点就要移远一点 ，OK， 那我们就这个位置拍一张吧。小米它在这个位置就说要我移远一点，但它实质上是能拍到的。小米17的这个长焦微距还是要近一点的。iPhone 就没有长焦微距嘛，它连长焦镜头都没有。我们还是开了一个拍照界面在这里的。现在我们饭前看向直播呀，看的是英雄联盟的2K HDR 直播间，我们已经把亮度都调得差不多了，就打开弹幕了，能放旁边吗？会比之前高一点啊。吃饭期间我们看了30分钟 B 站直播了，现在 iPhone 还有33的电啊。怎么只有这么点的呢？魅族还有38的电，1分钟前它39。好吧。哎，我的 iPhone 还是61呢。你的 iPhone 啊，你今天反正就是不想承认它是小米吧？我的小米还有61呢，都快领先你们1倍了。而且刚刚还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就是那个魅族，它在侧看的时候那个屏幕是发黄比较严重的，其他两台从侧面看就会显得比较白一点了。我们现在打微信视频通话了，然后我这个 iPhone 刚刚带了个机，现在就30了30的电了啊！带个机掉了。iPhone 不对，这个叫什么？小米17啊，60，整整多1倍。怎么说啊？多1倍啊？多一倍呗，才用了3个多小时啊！说了狗都不用啊，我也不用，我不用这 iPhone 的啊。好嘞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通话的效果啊。首先，这个魅族的屏幕为什么这么暗呢？小米17呢，因为我们上次也测过了，它就是这种麻麻赖赖的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吗？就脸上非常多的东西啊。受不了了，我要开美颜。好，我们把美颜打开了，还是很麻麻赖赖啊，只是加了点磨皮。哎，这个也很丑啊，就这个也不好看，朋友们。好，然后魅族呢，它屏幕有点暗啊，但是能看出来它是有一点点美颜的。但是感觉它整个画面的对比度非常的高啊，显得就是这个氛围不是特别的好啊。iPhone 呢就还是那个 iPhone 嘛，整体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自然一点的，很红润，对，比较红润一点，而且也是有一点美颜效果的。这3个就感觉还是 iPhone 会好一点啊，其他就不用看了，肯定是 iPhone 的会比较流畅一点了啊。这个小米的视野是最窄的啊。哎呀，这个太难看了呀！看来美颜也这么难看呢。后置的话，这个小米的美颜是默认关掉的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视野范围是中间的，这个魅族是最广的啊，其次是小米，然后再是 iPhone 了。iPhone 其实跟小米差不太多吧，但是 iPhone 这个画面整体看上去就是最真实、最自然的啊。这个小米和魅族就感觉它们的清晰度啊，包括整个对比度都有点拉得太高了。我们刚刚已经打了10分钟微信视频通话了，现在来这里拍一下照片啊。那我们现在等什么呢？他刚刚吃完，然后又饿了，又跑去厕所自给自足了。我们等他一下。他上次说我们去上厕所，就是说我们去吃屎了。你怎么说这么客气呢？含蓄一点。好的，朋友们，我们要开始录像了。今天还是拍他们2个人了。哎，在那边还吹刘海呢。这3台手机全都支持4K 60帧啊，因为魅族这个 HDR 它默认就关掉的，所以我们就关掉了啊。来吧。标准防抖，他们其他都是默认的啊。哎，我们先看一下能不能切镜头吧，主要看一下魅族，好吧？其他2台测过了都是可以切的啊。看一下能不能切镜头，魅族。哦，可以切。到1倍可以，到3倍呢？3倍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切啊。好，这个就是魅族，耶。它最多只能到10倍，而且感觉不是很清楚哎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小米 2.6 切了5倍，最高可以拉到15倍啊。还是可以的，因为它毕竟硬件也是这样的嘛。iPhone 啊，肯定是可以切的啊。然后呢，最高是拉到6倍，也是有点糊糊的了。现在回到他们的主摄，我现在慢慢的向他们走过去啊。好，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防抖吧。笑啥呢？有什么好笑的？请问一下，输了比赛这么开心？好，现在慢慢转圈。这个魅族的画面显得有点不太自然啊，相比起其他2台，尤其是 iPhone 吧。今天没有太阳就看不了什么圈，你在笑什么？到底？快点解释一下。看你玩笑。魅族的这个感觉人的边上特别的锐利啊！现在我离远一点向他跑过去啊。
啊，我从取景器上看，感觉 iPhone 是比较晃的。好，再快速旋转。怎么现在不笑呢？其实这个衣服的颜色从画面上来看的话，是 iPhone 的会相对来说比较准啊，魅族这个就有点偏灰了，小米这个就感觉对比度有点低啊，整体还是 iPhone 会比较自然一点啊。我先看一下前置视频录像啊，现在感觉是小米这个手机看着最暗哦，魅族还稍微亮一点点。中间的魅族拍的人比较白，然后 iPhone 看着有点黑吧，感觉。其实可能自然一点，但是我不喜欢啊，感觉人拍的丑一点。而且这个画面的话是小米跟 iPhone 差不多大吧，感觉 iPhone 可能还稍微大一点，魅族的会近一点啊。对，走一走吧。看一下防抖。我们两个像两个保安一样，感觉还是 iPhone 的防抖要好一点啊。然后今天没有光，就随便看一下吧，也没有什么炫光什么的。但是魅族一个 8S Gen 4的手机，它居然还支持4K 60帧的前置哎。对，哎呀，这个 iPhone 的亮度真遥遥领先了，现在又是感觉魅族亮度又下去了。好的，现在我们用他们3台手机的人像模式的前置来自拍一下啊。这个 iPhone 呢，它其实是在人像模式里面这个视野范围就比较小一点了。那来吧，魅族的其实也挺广的，小米的也挺广的，其他都是默认的。好的，我们再用他们的拍照模式啊，因为今天就是个大阴天嘛，也没有什么顺光逆光的了。在拍照模式下呢 ，iPhone 这个就非常的广了。哦，魅族这个还能够手动再调小，但它不会自动缩啊。我感觉 iPhone 的这个还可以啊，小米的感觉就是美颜比较明显一点啊。现在我们用他们后置的人像模式来拍一下照片啊，小米这边用的就是大师了。然后呢，它是1倍和2.6倍，魅族这边非常多啊，24、35、50、85、100，这个就跟 vivo 差不多了啊，都是蓝厂嘛，可以理解啊。iPhone 这边就是1倍和2倍啊，就这么一个切换了。那我们就1倍和2倍吧，算了吧，魅族我们用他们那个长焦那个焦段吧，我们用24和85算了吧，好吧。从取景器上看的话呢，3台手机都有一定的背景虚化，实时的那种。魅族的那个背景虚化显得还是有点穿帮啊。小米2.6倍已经用了他们的长焦镜头了，魅族就用85，iPhone 没有长焦啊。现在3台手机拍了一会儿照之后，就是小米的这个屏幕很明显的是要暗一些了，也不知道它为什么电池这么大还搞得这么怂呢？魅族这个85应该是用了，你可以看一下它默认的这个背景虚化，其实非常的穿帮啊。尤其是袖子那一块。对，还有头发也是非常假啊。iPhone 这边就背景虚化也是比较假的啊。成片的话大家就自己看吧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用他们的拍照模式再拍一下人啊，还是他们两个稍微挪了一下位置啊。用他们的，哎呀 ，iPhone 怎么办呢？最多就拍到10倍了，从超广角先开始吧。魅族这个取景器的亮度也下来了，它现在是3台手机里面最暗的。小米这个超广角就是不够广啊。其实从这个取景器上来看的话，现在小米的是最不真实的，2倍的裁切也拍一下吧。你们好假呀 ！iPhone 的取景器是一骑绝尘的。哎，怎么感觉出了一点点太阳了？稍微直接5倍吧。没有长焦，而且焦段有点难统一啊。iPhone 这个取景器真的太亮了，再拍10倍吧，就拍一个人。魅族这个取景器上看，他的脸就很惨白啊。我们再拍一组逆光的，就太阳现在在云里面，但是那边比较亮一点啊，稍微逆一下光吧。小米17不是逆光之王啊。是17 Pro 系列才是逆光之王啊！魅族这次好像是宣传的拍照的，大家就看一下它的表现怎么样吧。第3张我们就统一用他们的光学焦段吧 ，iPhone 没有，我就用2倍吧。iPhone 不是2倍什么光学品质变焦嘛？看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再拍一下远的那边的楼，今天是有一点小雾的。来吧，直接从长焦开始 ，iPhone 就2倍吧，2倍吧，2倍吧。啊，接下来就直接拉到10倍吧。朋友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 iPhone 它没有长焦镜头。我们就大家知道就可以了，好吧？主要看其他2台啊，我感觉魅族的应该会好一点啊。魅族的确实在取景器上就已经显得清楚很多了。小米和魅族他们接下来那个焦段都是30倍啊，给了一个那种可以让你吸附的那种地方啊。那我们就拍30倍吧。小米已经提示我打开 AI 了啊，看一下有 AI 加持的怎么样？哦，魅族这个是明显要好一点哎。也不知道魅族的 AI 怎么样啊，但是魅族的这个取景器感觉有一点果冻效应啊 ，iPhone 就赔一张10倍吧。那我们最后再拍组绿叶给大家看一下，用他们的1倍和长焦吧 ，iPhone 就用2倍了。从这个取景器上来看的话，这个绿叶是小米的会相对来说准一点，魅族可能是这个屏幕有点偏蓝啊 ，iPhone 这个就显得整体有点太亮了，而且用了这么一会儿，感觉魅族的这个取景器是有一点点
卡卡的那种感觉，大家知道吗？那行吧，那今天的拍照就到此为止了，因为这3个手机的影像能力都不是那么的强吧。iPhone 的屏幕亮度是最高的，它只有14%的电了，然后魅族是26%。小米是50%，这太夸张了呀！这天不止领先30%。iPhone 你别管我用的这个电量掉的快不快吧，反正用的很爽。哎，爽是真爽，因为今天不热嘛，所以呢，它的亮度就还蛮激进的，也不降了。现在是下午的3点22分，今天才用了3小时52分钟的手机了。OK，接下来我们去坐地铁了，先刷会儿信息流吧。哎，你快点，我来看你的抖音哦，看你的， Yes，你的呢？哦，刚刚刷了10分钟抖音了，现在换小红书，其实已经换了很久了。你只有10%的电了呀？对呀，怎么办呢？你今天不会在电梯里面放屁了吧？谁放屁了？谁放屁了？你说谁放屁了？我不会放屁的。上次是谁放的？他说你污蔑他。狗放的。你为什么要把鼻子捂起来呢？没有，保险一点。你这才叫污蔑，好吧？现在开始刷淘宝啦，刷了10分钟的小红书喽。我们一通接单出来了，刷了30分钟信息流，在经过五一广场的时候人比较多啊，这个 iPhone 出现一点卡顿的情况。小米刷的时候会稍微慢一点点。魅族呢全程没有任何问题啊。iPhone 现在只有5的电了，你呢？魅族还有18%，我18好吧。好，你18，刚满。小米还有44的电，现在是下午的3点56分，才用了4小时19分钟啊。嘴角压一下吧。哎压一下吧呀，真废物呀 iPhone。那接下来我们就使用百度地图步行轨迹之路穿一下南门口的巷子吧。他怎么现在就喜欢待在这个阴暗的角角落里面啊？啊，待在韩宝的心里，还是这边的粉红包显得好一点啊？你觉得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素质好低哦。我们步行轨迹了快13分钟啊，先来看一下起点。首先 iPhone 一坨 iPhone 这个起点是最偏的一次了啊！这是太偏了呀，这个。我的魅族刚刚好在这个正确的位置上面。你小米也到这边去了呀？哎，你刚刚是不是以为他说你呢？说你搁这他妈应激了又，你又搁这应激了。小米也挺差的，在马路对面啊。魅族是比较准的，你这个 iPhone 后面这一节也挺奇怪的了。对，然后我们是往巷子走，这个 iPhone 这一节直接穿楼，过了好久才到巷子里面啊。它到回头路那个位置啊，才差不多到巷子里面啊。魅族这一块呢是有一些是在巷子上的啊，但是也稍微有点偏吧。小米就是偏下了。我们再看一下回头路。好，放大一点，什么东西？你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你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？你这个 iPhone 是什么东西？太差了。好 ，iPhone 略过啊。魅族这个相对来说还比较准的啊，它其实就贴的比较近一点了。小米这个就风筝，稍微有一点点反过来了的感觉啊。后面这一节 iPhone 和小米都还可以，但是魅族这个地方就这个轨迹显得有点奇怪了啊。魅族这拐下来的过程也很奇怪，是个圆弧。是个圆弧啊。穿楼了啊。小米这边就还可以吧，已经到路上了，但是稍微有一点点偏啊。iPhone 就也没有很在路上了，就是 iPhone 跟小米差不太多，小米也有一点点啊，有点波澜。iPhone 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准的了。后面学校门口这条路就是 iPhone 是最准的，其他2台都稍微偏上了一点点了。哎呀，你这个小米这是什么啊？这啥呢？这是什么形状啊？感觉你在画什么那种侧脸还是什么样的？蜜汁凸起。魅族这边呢，其实也就没有很多的那个曲折了啊。iPhone 这边穿楼了，后来穿的也挺明显的。就这个位置都不太行，2栋楼之间 iPhone 是最准的 ，iPhone 是最贴着那个68栋的。对。魅族感觉就是有点穿了，对，左右跑偏的。小米就是靠上了一点了。对，我们要屏像这里前半段的话都差不多吧，都不是很好。后半段小米好像还可以。其次是 iPhone 吧，它比较平缓一点，可是它这个地方就有一个我们并没有走过的路啊。对。好的，我们再往后最开阔的古潭街。iPhone 一开始是没有在路上的，对，后面才会。iPhone 会稍差一点点，其他2台都也还比较在路上了啊。你看终点这个位置，这个魅族就是会有一个这种莫名其妙的，对，很奇怪的。其他2台就相对来说准一点吧。那我觉得其实 iPhone 的后半段还可以，它就是一开始太离谱了，一开始太变态了。对，小米也还行吧，但是它的一开始也比较差。魅族呢，就感觉后面有一些奇怪的那种，也就最开始的那个定位是最准确的。对对对，它走着走着容易有一点奇怪的凸起。对对对，这3台手机整体表现感觉都不大好，就是一般般。赶紧结束啊！我 iPhone 还有1%的电。1%的电了。
我们干些啥呢？魅族还有13的电。哦，那也快没了呀。小米还有40的电呢。多久啊？用多久啊？才用了4小时40分钟手机。哦，那你还真的就跟上一次差不多哎。上次是4小时44分钟。你这个怎么？然后整体负载也差不多了，就感觉它系统更新了，没什么变化呀。这手机就这样了，好吧？而且我们这次用的跟上次不是一台手机啊。对。那说明这个 iPhone 17它续航就这个样子嘛，对吧？我们上次没有，上次还以为说冤枉它了，刚发布没有适配好啊，其实就这逼样啊，就那样。那你魅族比它怎么说呢？哎，只能说怪这个芯片吧，太烂了，好吧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打王者荣耀10v10吧。我这个1%有什么好打的？我 iPhone1%，我就重在参与一下，好吧？赶紧开始。反正这个 B iPhone 就60帧，也没有适配，也没有什么好测的必要。主要想看一下小米，它10v10，120帧加最高画质，哎，表现怎么样啊？那我们今天中南还去不去啊？没有必要了吧？那我得充多少电啊？算了吧。那车载导航怎么办呢？也就是魅族没测了。哎，魅族谁会买啊？你今天太多个人言论了，要冲它啊！啊，在王者峡谷里面走了一下 ，iPhone 关机了，用多久啊？不是，那我跟上次续航一模一样，44，一点变化都没有，一点变化都没有，说为什么可以这么准啊？说明这手机就这样了呀，有什么好复测的？神经病我靠！怪不得每次都要抢 iPhone 用啊，这 iPhone 下班就是早啊，我以后也要用 iPhone， 热逼续航，天天下班早，好爽啊！好了，现在游戏进行到2分30秒了，我的魅族掉到了90帧啊。OK， 你开了游戏模式吗？没有，还没有开游戏模式，然后机身也是没有太多温度，就是温温的一点。那我看一下游戏模式吧，现在回到了117帧。它没有哎120 ，OK， 回去了。OK， 看它能稳多久吧，好吧。发时间是就这样了。小米还行吗？打团可能在115上下，其余都是120。我这台魅族还有8%的电。现在小米还有37啊。那我觉得你这个魅族其实续航也不怎么样，就比 iPhone 多了不到10%吧。先不说是不是调度的问题吧，但是这个芯片就很烂吧，我觉得。但是你游戏负载确实比它高一些，它是60帧的王者。这把游戏打了10分钟，然后我的魅族只有2%的电了。小米的10v10网络帧率都没什么问题啊。现在我们才用了4小时54分钟啊。你按35吧。魅族最后的电，我们就看 B 站4K 60帧视频吧，看它能不能撑过20分钟啊。好，2%啊 ，OK 吧？现在这个亮度差不太多。现在视频放了10分24秒啊，它马上要关机了，还有15秒钟。哎，我看到了。OK， 你小米现在还有33%的电。哦，5小时5分钟。OK， 5小时5分钟，我们来看OK， 是不是没电了？没电了，关机了。哎呀， 5小时5分钟，33。一这4小时44，一这5小时5分钟，不知道拿什么跟我打，好吧？那我现在出去给大家总结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接下来我就来给大家总结了。今天 iPhone 17的续航时间是4小时44分钟，跟上次一模一样啊。魅族22呢，续航是5小时5分钟，跟上一次 iPhone 17 Pro 一模一样啊。哎，他们俩没电了，我还有33的电，无敌了，好吧？也直接领先1/3。好命的小子。那接下来我直接来说表现吧。这个 iPhone 非常好总结啊。今天温度比上次测呢要稍微高一点，整个的亮度体验呢我是非常满意的，用的非常爽。但是相应的呢，它这个续航怎么说呢？其实负载跟上也差不多。我们今天可能直播看的画质高一点嘛，然后温度高一点，亮度高一点，但拍照要少一点。对，所以就2次复测下来，感觉它跟版本无关，跟机型无关，它就是这么个续航水平了。4小时44分钟在户外双卡使用的话，感觉是不太够用的，反正我是不会买的。然后其他方面它好的地方就是跟录像相关啊，比如说微信视频前置看起来比较自然，并且比较流畅，视频录制的时候它比较稳。没了，下一位吧。就没了。这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呀。到我魅族22了，我先说缺点啊。今天无论在亮度还是在耗电，还是说这个发热情况下，都是让我非常不满意的。打2把这件事能够多满意吗？哇，好歹是终端芯片吧？那又怎么了？卖的最贵的8S Gen 4啊，调了一坨，好吧，2把王者荣耀，打完剩83的电了。我觉得没有哪个机器会这样子，好吧。再一个，今天非常凉快啊，然后它的亮度表现基本上是3台里面一直都是最低的。2把王者荣耀边框已经开始烧了，谁调的这手机啊？我不想说了，好吧。缺点说完了，剩下的几乎都是优点。不行导航的时候，它的路线规划是最积极的，也是这3台里面最快的一个。然后这台魅族呢，在地下车库的暗光扫码上，
它的预览框是最亮的，并且呢，它也是率先完成扫码的。最后到我啦，小米17，哎呀，5小时5分钟，剩33电，我感觉这手机怎么地也有7个半小时续航吧，这表现还是非常满意的。而且它跟我们上次测出来其实没有很大区别啊，这么推测下来。它今年比较差的一点就是它的微信视频前置实在是太丑了，无论我开没开美颜就是丑。这老问题了，老问题了。经典。其他这台手机表现也都还挺好的，在信号比较差的厕所里，电信它表现最好；在信号很好的地方，1G 下载文件的时候也是它最快。但是在你上传微信视频的时候，竟然是 iPhone 最好呀？为什么会竟然是呢？它每次导出都很快啊。就是它处理快一点嘛。其实我们小米上传速度也很快的。小米在招得地图步行导航时，还是出现了虚中行走的问题，但是之后它也很快规划路线了。导航表现的话就中规中矩吧。这3台手机的游戏表现，小米无疑是最好的，毕竟它是8.5亿嘛。无敌。我们120帧加最高画质，无论是5:5还是10:10，它都没有掉帧，还不错。均衡模式啊？对啊，均衡模式啊。这么牛逼啊！我的你只能开60，我的 iPhone 最高只能开60，所以我就无所谓了。我那个时候买奶茶去了，我不知道。所以这台小米17，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的嘛。而且它很有可能是6.3寸这个尺寸里面，今年可能续航最好的手机了。毕竟它是7000嘛，X300才6000出头，怎么跟它比嘛？哎，万一打过呢？不可能，好吧？好。反正我们这俩还是阻止不了这个小米17了，不会做它的对手，我觉得。而且还跟大家说一点啊，就是我们在拍这一期的时候，X300是还没有发售的，它只是刚刚发布啊，它没有发售的。我们会后面再安排他们进行比拼啊。那么至于录像和拍照的部分呢，就交给大师了。这3台手机的硬件差距还是有一些的啊。这个 iPhone 呢就不说了，它没有长焦了。但是它的超广角是最广的，而且它整体的取景框其实看上去是相对来说比较自然的，而且今天天气也不是很热嘛，所以它整个的取景框体验是非常好的。说到取景框体验差呢，就要说一下小米了。就小米呢，也是拍了一会儿呢就变暗了。但是最后呢是这个魅族最暗，就是高手之中还有高手，对不对？这个魅族呢不是搁这吹它的这个拍照嘛？首先啊有长焦，潜望长焦。然后潜望长焦呢也是有一定微距效果的，我觉得比以前的魅族啊它是有一定的进步的，但是比起现在一些主流的手机呢，可能还是要稍微差一点，而且它的拍照的功能上也会稍微差一点啊，没有那么多的玩法，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啊，但比之前好多了。小米就还是那个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它的长焦没有那么清楚，因为是个直立的，光学焦段也不是很长嘛，它的超广角也只有17毫米。跟那个主摄没有很大的区别，真的会有人花3000多块钱会去买这么一台骁龙8S Gen 4，然后电池也只有这么大，但是有潜望长焦的机器吗？不如 K13 Turbo。我觉得真不如买一下去年的一些手机吧。那个拍照也比这个要好吧，我是觉得啊。再说一下他们的录像吧，这个魅族呢有一点可以夸，就是它的前置是有4K 60帧的，有一些8S Gen 4的手机是没有这个规格的，当然其他2台也是有的。iPhone 呢传统强项的录像，魅族的这个录像呢会显得人很锐利，那个边缘感觉有点假假的，看着不是很舒服。小米也还可以吧，但是它的取景框呢确实就亮度不是很高了，而且它今天在很多地方其实它的亮度也不是特别的高。但是比魅族还是好一点吧。这3台如果要我选拍照的话呢，我还是会选小米啊，它的长焦微距也还比较强一点啊。但是望远的话，还是魅族会比较强一点，毕竟硬件摆在这里了嘛。那这个小米17测2次表现得非常好，感觉确实很屌啊！这个手机电池又大，续航又好，需要一个很强的对手呀，才能衬托出它的强大。像它今天我们测完了，另外2台手机没电，它有那么多的电，就发挥不出它的全部实力啊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加关注啊！更多精彩视频，请关注离线玩家online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